这里有贝壳与珊瑚构成的白色沙滩，饱和度极高的各种自然景观，像是宝石般的天然潟湖，一望无际的海天一线，还有丰富的海洋生态，吸引大批喜爱水上活动的人们。但在太阳照不到的阴影处，隐藏着一段黑暗的历史。那是过去台湾的历史伤痕，就像火山喷发后挂在太平洋上的一滴泪。欢迎跟我一起来到台湾的第4大岛屿——绿岛。一大早起床就到台中火车站，搭上南回的列车，穿过几个隧道之后，往右手边看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。到了终点站台东，我先在市区睡了一晚之后，隔天才出发去渔港。早安，现在到了富冈渔港，好多人在这边等船哦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带浮潜的装备，要去绿岛了。等下搭船要40分钟。绿岛由火山岩层组成，岩石就像被火熏黑一样，在清朝时期就被称为火烧岛，直到1948年才改名为绿岛。登岛之后，马上被一整排的机车给吓到，太多机车了吧？在绿岛你会发现，每一个过弯处都有小惊喜，景色都非常漂亮。我们中午就随便找了一间完美咖啡厅，吃午餐，喝杯咖啡。咖啡厅透明的中空板，让整个室内采光变得非常好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最棒的是推开门，隔着马路就是海景。海的深蓝色应该是我见过数1数2漂亮。现在天气真的好到一个吓死人，太热了。听说这边非常有名的葱 Q 饼，今天趁没有人来吃，因为明天是连假时间，会有超多人登岛。原来葱 Q 饼是长这样，就是一个真的很 Q 的饼皮，然后上面里面包海草。吃饱饭后，想说去绿岛有名的景点走一走，先到绿岛灯塔看一看。现在看到的灯塔是1948年后重建的，原本的灯塔在2战的时候就被摧毁。这边我推荐大家有空可以爬到灯塔上面，可以从上面俯瞰乌油窟。就是天然形成的潟湖。经过一间冰淇淋gelato拉头店，来吃冰消暑啊，不然太热。我觉得它冰淇淋的味道不错。能在那么热的天气吃到冰淇淋真是太好了。
拿下去可以到一个小秘境。这里刚好有个海石洞哎。这海石洞好漂亮。后面就是海景，可是拍不出来。一大早就要来浮潜。拿着马鞍藤的叶子揉一揉，涂在蛙镜上，就可以防止蛙镜起雾。丑到不行。这里不用游得太远，就能看到超级多热带鱼，但被鱼啄到真的很痛，大家要注意安全。在海上漂了一下子之后，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来绿岛浮潜了。早上浮完潜，现在真的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好吃哦。把自己包得紧紧的，真的太怕晒伤了。现在要带大家进入到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。绿洲山庄是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关押政治犯的监狱，现今已转型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。很多人踏上这个阶梯之后，再也没有走出来过。在威权统治时期，有许多与当权者意见冲突的人都被送到这里进行思想改造。1000多名犯人，大多都受到了政治迫害。在高墙外就是美丽的大海与蓝天，但在这边显得格外讽刺。抬头仰望八卦楼，特殊的造型是为了更方便监控当时被关押在这边的政治受难者。沿着走廊看过去，是一间一间的牢房，许多人挤在同一间牢房中。一到夏天，有许多人因为热衰竭而死，只能透过狭小的窗户找回一点生存下去的希望。在参观完国家人权纪念博物馆后，沉重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。台湾的自由是由前人的血和泪堆积起来的。
环岛一圈，等待日落降临。时间在这边的流淌，真的变得好缓慢。海风轻轻打在脸上，好像能吹走所有烦恼。日落的黄金时刻，仿佛就是一种对于天堂的想象。到了大白鲨，沿着小路一路往海中走，有一种超现实的感受。傍晚的海好漂亮，觉得绿岛真的最漂亮的点就是它的蓝色都不一样，每个时间段的蓝色都是有差异的。今天晚上要先泡温泉。这里是世界上除了日本九州与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外的3处海底温泉之一。在这边泡汤，可是呢，进来呢一定要戴浴帽。还有另外呢，因为它是海底温泉，所以它的水是咸水，还蛮特别的。第3天5点半起床，在大象溜滑梯前集合。我们要去看绿岛的蓝洞，穿过会刮伤人的林头叶树林，走过历史与珊瑚礁海岸，好不容易才到这个秘境，这里的水蓝到不可思议，也看到许多人在这边自由潜水。从洞内向外看，洒进来的光让原本的蓝又更增添了几分层次。经过3天在绿岛，终于懂得为什么那么多潜水客喜欢这片净土。我是吴军，欢迎与我一同发现这世界的美好。那我们之后再见吧。拜拜。